今天是一个风浪很大的一天，平时这个海面都是很平静的，今天是波涛汹涌拍一个比较近的景这个海水它都冲到这个沙滩上了，平时都没有的今天就不能坐在那里了，所以今天外面人也很少。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4月25日，星期六那么今天也是一个阴天，风浪也很大但好在呢，就太阳不是很大很烈天气呢也还是有点阴冷的，所以披个外套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呢，主要还是想和大家呢聊一聊这个移民的这个话题。因为我上一次发了这个移民的话题以后呢，有不少网友呢给我留言我觉得其中有不少呢讲的也是不错的我觉得讲的不错的。那么我今天呢，我想讲点什么呢？其实就是关于移民的这个探讨，就是你要把它用一两句话讲，你说移民到底好不好，对吧？是对还是错或者说你该不该移民，真的是很难用几句话讲清楚的你只能够就是根据自己的视角，因为每一个人其实你的思想，你看到的东西，其实只属于你自己，就你自己接触的一些东西，对吧？所以说就是没有办法完整的、全面的你有一个100%的正确的这种讲法那么所以呢，我呢也只能讲我自己看到的，我自己经历到的一些人一些事还有我自己的一些经历那么我今天想讲什么呢？就是有一个网友他留言，他说你怎么看待那个很多农村的那个青年，就是他移民到国外来很多还什么走线之类的我肯定是反对走线的因为呢，走线这件事情本身呢，它有危险。这个危险就是说它有一个概率，对吧？就是说有多少人走线，因为走线被抓住了，然后关起来了，然后又反正放出来再走线，再怎么样，反正就是说这种人很多就是走欧洲这条线路的美国我就不说了，美国大家都知道了，现在很多走线过去的人也被就是遣送或者怎么样，是吧？很多人还路上就是发生了问题，发生了危险，就是在那个走线去美国、南美的那个交界的那些国家。那么欧洲呢，其实也是的。那么有这种什么危险的这种事情很多。当然了，就是我也自己没有亲身走过，是吧？所以我也没有100%的这个话语权可能这个概率是多少？这个数据因为不是那么的透明，但是呢，肯定是有一点概率的，对吧？那么我想说的是说，如果好好的，就是为什么要去就是说做这个有这个概率会让你倒霉的事情，是吧？我觉得这个不值得，这个是我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说这个风险太大了。这个就跟我投资一样，就我今天如果买一个股票，我放在那里几年我也能赚钱，或者说我今天要把它杠杆，就是我要把它杠杆变成比如说5倍10倍当然有可能我赚一笔大的，亏可能就本金也没有了，就变成零了。那对我来讲，我肯定不会选择就是说本金变成零这件事情，对吗？我肯定选择就是保守一点的事情，是吧？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我对走线这件事情的看法那么农村的青年到底应不应该出国呢？其实我亲身经历的就我身边呢，我想了一想，确实有这样的一些朋友或者说一些认识的人。那么我原来开公司呢，其实我认识一个小伙子他呢来我公司里面这个实习，他是因为是大学生嘛，在读研究生他就属于一个农村
就是说他这个农村呢就中国这种就是这种城市，你过去以后还要再坐什么车子啊，反正好远才能到的山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村子里面。但是这个小伙子呢，他就是那种学霸级的人物，就他们那个地方，就他一个人考上了重点大学，并且呢，就是他很努力啊，就怎么努力呢？就是他每个礼拜啊，每个星期呢，他都要和这个外国的这种学生啊，就交流那个锻炼英语，还在网上和国外的这些学生交流锻炼英语。那事实上呢，他也没有出国的计划的啊，但是呢，他就是要把英语呢也要学好，他就每天呢就很努力。那么他来到我的公司工作呢，我发现呢，就是我只要和他说的事情啊，只要我跟他说啊，要这样要那样，希望他帮我完成什么工作，比如说写点宣传的文案，或者呢帮我去修一些图片，或者呢帮我联系一些客户啊，或者呢比如说帮我去拍摄一些东西。那么只要我跟他说的，或者说有很多事情，比如他不会，对吧？因为他毕竟是个学生嘛。那么我教他一遍，就就是那个接受能力啊，一教他就你不需要操心，他很快的就能把这个事情给掌握，给弄完。那我当时就跟他说了，我说你未来毕业了，你想怎么发展是吧？因为我很有心啊，就是说我希望他能够到我的那个公司里面就长期的工作啊。他说我未来呢，他说要到那个，因为他学医的啊，他说我未来呢，我要先到那个医院里面去学习，去那个实习，然后呢考虑做医生这一行业。我说你的能力啊，我说我觉得你的能力和同样的年轻人，你很有能力。我说你应该考虑出国留学啊。他说他也想过这个问题，但是他没有这个经济条件，因为送他到大城市里面去读大学，家里面其实已经可能就所有的钱都给了，还要借钱啊什么。那出国就是更大的一个负担，对吧？并且就是作为他们这种村子里面啊，这种家庭背景，可能父母的思想，整个亲戚的思想，就是说养了你这个独生子啊，你跑到国外去，然后父母还就希望你能够就是未来可能要尽孝啊，或者说一家人就不要离得太远啊，反正就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想法，就人不能这么自私。讲的简单一点，就他跟我这么说啊，我说钱不是太大的问题啊，我说你如果你确实是想要出国的，对吧？我说我非常愿意就是帮助你，对吧？我说我可以给你多一些工作啊，或者说我支持你一下都没什么问题。因为有时候其实你是这样子的，你看到一个人他很有前途啊，就是说他很对你的胃口，因为他从来没有什么拍我马屁啊，或说我一句什么好话什么没有啊。我这个人最讨厌人家的拍马屁啊，我喜欢实在的。那我觉得这个人就是确实对吧？就他不能因为他的一些家庭的出身的背景啊什么，他最后不能就说成为人才，那就很可惜，是吧？但事实上呢，后来他也没有出国啊，我们现在还有联系的，经常有时候会联系啊，但是呢，我就觉得就他如果出国了，他的这个能力啊，他的这种就是说自己的这种适应能力、努力的能力啊，我觉得他不会差的。就他，我认为应该是比他留在国内的就中国国内的一些医院的系统里面，我觉得要好。因为他后来也跟我聊过他就是说，就他的这个情况呢，这种大城市的医院他留不下来，他只能去一些小城市这个医院里面留着。那其实这个漫长的这种职业生涯就非常的漫长，对吧？就
可能收入啊各方面啊，或者说学到的医学上的东西啊，可能也跟这个在欧美发达国家这个医学啊，因为欧美的这个生物科技啊医学还是要领先的啊，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差距的，对吧？啊，这个是一个我亲身经历的啊一个小伙子。再讲两个啊，再讲两个。那么还有一个呢，是当时在法国留学的啊，一个硕士生，一个硕士生。他呢家里面呢也是一个农村的家庭，但他比之前那个条件要好一点。那么这个年轻人呢人品是没话说啊，就是很本分、很老实的一个年轻人。他呢在法国呢学的是艺术啊，就学这个，跟我其实是同行，他学的是摄影艺术啊。那么他当时呢就想来我的公司工作，那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要来我的这个公司工作啊？我说你的这个学历比我还高，你是这个法国的这个什么什么艺术摄影啊，这个。那么他说我觉得就是这么多，我看了这么多的公司啊，你拍的这个照片呢，我觉得审美上什么各方面，他觉得我是很喜欢的啊。他说我也不想去一个就是走流水线，每天拍那些千篇一律照片的这种公司，对吧？总的来讲就是他有点追求嘛，是吧？那我对这样的年轻人，我肯定是很高兴的了，我肯定就说那行啊。但是我心里面我也在想，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没有留在法国呢？他说他在法国呢，就是在餐馆里面工作啊，就是他学的是这个艺术摄影，但是呢，纯粹走艺术家这条道路呢，或者说做这个摄影这个道路呢，就不太现实啊。那家里面的条件呢，就是完全要支持他，就是说整天搞艺术不赚钱，这个不现实，对吧？那在餐馆里面工作，餐馆里面工作呢，他又觉得跟他现实的学的这个东西，他觉得就是说有失落，是吧？因为他毕竟是学这个艺术摄影的，他为什么要去餐馆里面端盘子呢？他心里面是这样想的，是吧？那么后来呢，我就知道了啊，然后呢，我就跟他说没事，我说我们公司就以能力这个为主的，你能力强你不管你是新来的还是你什么，对吧？反正你有什么想法你就跟我说我尽量能够满足你的，我都满足，对吧？那么后来呢，他来呢，就我们公司有那个咖啡嘛，就每天给那个员工就大家反正就无所谓，你自己喝那咖啡机。咖啡机呢，那我买的呢也都是这个应该说还是不错的就比较好的。那么就第二天他来了以后呢，这咖啡机我发现就坏掉了，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咖啡机是怎么弄的？这个怎么坏掉了？他呢就跟我说，他说我弄了很久他说我没有成功的把一杯咖啡做出来，这是他跟我说的原话那其实你就说我咖啡机我不知道按了什么，它坏了或者它不动了，对吧？就行了。他说我没有成功的把这个咖啡做出来，就还绕了一圈这个讲话思路确实挺文艺的那就是这个是我就觉得这个人呢，他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他的这种能力上，对吧？就跟前面那个小伙子就不一样了。如果是前面那个小伙子，他一句话很快的就能告诉你，就大家沟通起来很方便，是吧？那么后来呢，就是我发现呢，虽然他学的是艺术摄影，更多的层面上就是说他是停留在那个欣赏阶段的，就是说，因为摄影这个行业其实是一个很烧钱的事情就是你去学，你还要有钱去买设备你买一些相机、镜头，再加摄影灯光那你没有个就是几万美元吧最少几万美元，你是很难的那么他的这个家庭条件呢，就学费什么，对吧？可能生活费就他就没有这个钱去买这些东西了，所以呢，就是他如果你没有对这些设备、对这些东西有足够的了解，那么你要去想把照片拍好什么很难，对吧？
所以呢，就是我发现他对所有的什么灯光就是灯光的设备，对吧？那个照相机的镜头还有相机这些功能性的东西呢，他知道的都很少啊。那么这个呢，我觉得是，我觉得就是说，他花了那么多钱去留学，那么这个呢，就是让我觉得不划算啊。我说简单一点就是不划算，就这个钱花了，我觉得有点不值得，对吧？就实用性的，就是你要拍出来的东西拍不出来啊。但后来呢，就是我跟他，就我就教了他一段时间啊，就带了他一段时间以后呢，我发现就是审美上就是说他拍的东西呢，审美上呢还是有的就是说你只要教他一段时间，他呢也确实有这种努力刻苦的这种能力然后呢，他这个审美上呢，他是能够慢慢的达到要求的但是呢，就是实际的应用能力上他比第一个小伙子要差好远那么再后来呢，就是他说他要办讲座他说他觉得就是他要把他的学的那些艺术理论就是做讲座告诉大家，提高我们公司的这个怎么说呢？你可以说是提高我们公司的逼格提高我们公司的这个感觉，对吧？就给人家感觉我们公司不是一个纯粹商业的这种拍摄公司。那我说行我说你想讲什么？我说我全力配合他说我想讲那些艺术摄影分享怎么欣赏什么作品。我说行，我说那我们就那个在同城找很多那个年轻人，对吧？年轻人很喜欢这些嘛，对吧？学摄影或者说这种喜欢艺术的让大家来听来招募我呢去，就是买一个高分辨率的就是投影，因为你要讲这个东西，你要投影嘛，你要把这个照片放的清晰度很好，色彩很还原，那个设备就投影好的就很贵，是吧？我说我愿意买我说这个事情如果定期能做，我也是觉得很好的。那么后来讲座也就搞了呢，确实也来了很多人这个是事实，就是发布的，因为这个宣传文案写的也不错，对吧？来了很多人呢，但是人家听了一会儿就走了听了一会儿就走了呢，我发现呢，这个也是就是说他呢讲这个东西是没问题的就是说你要我会有耐心的去听这个东西因为我非常感兴趣。但是如果你对大部分的就比较基础的人，你去讲这个东西呢，那听的人就没有那么多，对吧？就大家觉得就是说我希望听一些生动的、有案例的你讲那些死的那个东西当然了，这个年轻嘛，人生的阅历相对来说，对吧，还是少，我觉得也是正常所以呢，总的最后呢，反正就是他可能也觉得，就是在一个商业化的去赚钱的一个公司里面，他自己的存在感呢，他觉得很低，就他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这种挫折就比如说人家听了都走了，那他也觉得很没面子，对不对？我一个堂堂的法国艺术学这个东西的，就总的感觉最后就他还是离开了离开了呢，这个我觉得也没什么好去评价的，是吧？因为我觉得就是每个人的人生经历确实是不一样你也没法去评价。总的来讲，只能说他未来越来越好吧那么我说的呢，就是说这些都是农村的。那么我也接触了这些青年以后呢还有一个他也是一个农村的，他是一个就是福建的在一个就是福建的一个反正什么村子里面，那个地方反正也是经济不怎么好的。那么他呢在上海发展，他一直呢就是做一些粗活就是说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他就是说他没有办法成为一个主力摄影师，成为一个粗活。那么有一面之缘吧，他就认识我了。认识我了以后呢，那么当时呢，就是我就跟他说因为其实就是你的条件好不好像我一年就是拍客户都要拍个
几十个最少啊，高峰的时候要拍一个100来个，有一个公司。那么其实公司里面什么样的客户条件的人都有的，那么其实一看就清楚了。那想想就是我也是就白手起家的，对吧？就不是说我家里面是富二代啊什么，我也是靠自己的能力努力去赚钱的。所以我对就是有这方面的追求的，我是很支持的。那么我一看他家庭条件确实也很普通，然后呢，就是我也很希望有能力就是支持他帮助他啊。那么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的这个能力，就是你的拍摄这个能力，就是你要达到在上海这样的一个一线城市的实力啊，很难。就是说，因为这个是基础决定的，就像前面我说的那个法国的那个留学的那个，他努力几年可以啊，他努力几年的话，他可以达到，他可以达到以后呢，他就可以去拍比较高价位的单子，他就能赚到钱。但是我说的后面这个呢，他就不行，因为他这个基础就是他属于又没有学历，又然后基础能力又是比较薄弱的啊。他唯一的就是他刻苦，他努力，他想干这个。那么我就跟他说，我说，如果纯粹从赚钱的角度上来讲，啊，我说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在2线城市，但是那个地方经济很好啊，是浙江的某城市，他缺这个摄影师啊。我说呢，就是我可以就培训你一段时间，然后呢，你去那边工作啊，比较好，对吧？就是我也属于就是很坦率的人，对吧？因为我也没有说我要去忽悠他什么啊，就一般人家都关我什么事，对不对啊？你反正你自己的人生你自己去努力啊。后来呢，我就带他去了啊，我亲自带他去，我亲自带他去，因为那个在浙江开公司那个也是我的一个朋友嘛。去了以后呢，反正他就留在那里了。留在那里以后呢，有一次他给我打电话啊，他说什么？哎呀，他说我刚去，他说我拍的也不好，我也没有经验。他说那里的人就排挤我啊。其实那个公司他原来一个摄影师呢，也是我的学生，就后来那个人走掉了，走掉了以后呢，然后我朋友就问我，他说你能不能再介绍一个给我啊？那个前面那个呢有点心高气傲啊，所以呢就是觉得自己能力呢，他就老是要跟老板谈条件，就一直要谈条件，就今天生意好了，他马上就要谈，就是要涨工资啊或者怎么样。后来人家实在受不了，其实我那个朋友开公司的，他的这个给的待遇什么都很好的啊，都基本上在这个小城市啊，一个月差不多给他人民币有2万块钱一个月。那么而且还是就是住房啊什么全给你包的啊。那么后来呢，就是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既然去了，你就要下决心留下来，对吧？啊，我说你刚开始就是你没有之前那个强，但是你这个人能忍啊，就你有毅力啊，你有决心啊，对吧？啊，我相信就是你努力啊，你还是可以的。我说每个人走这条路都是要付出努力的，就我也是这样的。我拍的不好的时候，也有人要说我，你拍的好，你努力了，你就会好。那后来他再也没打过电话来啊，就过年会给我送一袋苹果啊，送个什么水果。我说你不要送了，我说我作为老师，我也不在乎这个。我说我就是希望你过得好，对吧？那么现在呢，他在那里买了房，买了那个宝马的那个轿车啊，找了一个很漂亮的老婆，本地人。然后呢，这个就是那个老板后来就把那个公司啊，就转让给他了，就他现在变老板了啊。当中呢，他也问我，他说，因为他看我出国了嘛，就他总的来讲，就是他其实对我还是感激的，是吧？啊，这个感觉得出来。那么他肯定也看我出国嘛，他肯定觉得是不是国外更好啊，更有机会啊，对不对？他肯定，我就跟他说，我说，哎，我说真的，我说你这个情况，你留在那里啊，小城市过很悠闲，然后赚钱也不少，对吧？就可以了，就不是每一个人都一定要成为一个什么艺术大师啊，什么是吧？就你过这样的生活，我觉得也不错，对吧？好吧，这个呢就是我3个啊，其实还有很多啊。我本来还想讲一个，就是我去加拿大拍摄的一个客户的一个朋友，他是留学日本的啊，就
还有什么我去德国拍摄啊，还有德国的这个客户啊，就他们的，因为我自己想移民，很大的一部分啊，一个就是我的这个行业，就比如说我搞艺术的，那艺术搞摄影，确实欧美国家对吧，就领先很多年。那么我心里面呢一直有这种憧憬啊。第二个呢，就是我客户里面很多高净值的客户呢，确实都是在海外留学的海归啊。那么呢，所以对我来讲呢，就是说，我就一直有这样的一种梦想，一直憧憬，对吧？啊，但现实生活当中呢，其实啊，嗯，很难讲啊。好吧，我今天就先讲到这，因为时间问题啊，我讲了也很久了，反正我就慢慢给大家分享啊，大家看了以后自己去体会啊，好吧，以后还会再讲的啊，拜拜。